係嗰網友嗱，呢條片係講大陸嗰啲超限戰嘅，即係咧，我係大家都知道，我唔係好中意講陰謀論，但係呢啲事巧合到咁離奇咧，你又會覺得係咪有人蓄意咁做啊？我講緊係咩事咧？就係破壞海底嘅光纜呢個啊。好啦，講呢個優惠嚇，真係抵到唔行嘅。我哋呢隻 MNN 佢係有5+1嘅，呢個係即係佢包括咗美孚嘅 factor 喺度 collagen，MNN 加 collagen， 咁就係我哋嘅賣價永遠平過人。係首先第一嘅韓國名牌嚟㗎嚇，個 quality 你唔使擔心。1088已經平，呢個價錢非常平，然後7折，以前係8折，而家變咗7折，761蚊，過年前優惠大家嘅。送乜嘢呢？送好抵嘅嘢，好有用嘅嘢。金裝護眼素有葉黃素啊、紅蘿蔔素5種護眼嘅 factor， 抵抗晒藍光啊，保你嘅眼嘅微絲血管啊咁。呢個已經好平啦，呢個價錢真係街道，你睇街道價錢250蚊。有護肝素呢隻嘢好好賣嘅，就係個肝呢，就係唔識出聲嘅。你一平時食啲嘢呢，就要肝排翻啲毒出嚟，咁所以保護個肝呢就好緊要。如果肝衰竭咧就冇命。150蚊，400蚊嚇，買一個 MNN 送400蚊俾你，你俾761個6，俾400蚊俾你。我係想大家試一試呢個 MNN。嗱，又一單嘢嚇，台灣海底電纜1月3號喺上晝7點45分喺野柳東北海域發生4芯損壞，對外通訊受到影響。嗱，首先我要解釋啊，佢有時叫電纜，有時叫做呢個光纜。其實咧就係電纜咧係好少嘅，真正嘅電纜係乜嘢咧？即係譬如話金門嗰啲島同島之間就有海底電纜，香港同九龍之間咧就有海底電纜。嗰啲咧海底電纜係愛嚟拉電嘅，咁就係唔會拉好遠嘅。因為太過危險嘅海底電纜係，通常我哋講海底呢啲纜呢，都係光纖纜。光纖纜呢係嚟傳送 data 嘅。大家要知道咧，呢個就係最快嘅傳送方法啊。其實都係最穩陣、最多 data 嘅傳送方法，就係用光纖，啊。咁而世界各地咧係用光纖聯繫落嚟嘅。喺古代呢。即係呢個係講古代咧，就係50-60年前啫，唔係好耐嘅古代。海底咧就用銅纜愛嚟傳送信號嘅，銅纜傳送嘅信號咧就好少嘅。嗰陣時咧愛嚟打長途電話，衛星通訊唔係咁快，嗰陣時咧打長途電話或者打電報用嘅。我記得50年前啦嚇，我喺意大利打長途電話翻嚟香港要等10幾個鐘頭。總共得20幾條線，係要大聲嗌嘅，嗰啲就海底電纜。海底電纜，整個澳門同香港得6條線，我話俾你聽。而家呢啲咧其實係光纜，國內電纜提供呢個係台灣同埋金門馬祖，佢就提供呢個離島嘅網絡，通過台灣海峽好容易爆裂嘅，佢已經斷咗11次。呢個已經被斷11次，有咩事嗰時金門馬祖就會俾人切斷條光纜啊！咁呢個你可以話，因為太多船來往，俾漁船切斷嘅，呢個係受到干擾嘅。國外嘅電纜咧就咁啦，連結全球嘅佢係走落去深啲嘅，呢個係台灣目前有4個接收站，2025年新增1個接收站。嗱，2025年點解新增呢個接收站呢？就因為本來想去呢一個香港嘅，而家唔去，一定要經台灣，嗰個就係 Google 做嘅。而家嗰幾個巨頭呢，都會整自己嘅光纜嘅，呢個海底嘅光纜。佢咧呢個因為淺啊，所以容易被割到。呢啲呢，佢一定揀啲地方咧，一出咗海之後呢，就跌到好深，佢用重嘢墜到落底。以免俾啲船棘到嘅，其實唔係咁容易棘到嘅。中華電信立即啟動緊急呢個備援應變機制，將信號連接去其他國際海纜站。
即係咧呢個互聯網嘅嘢咧就咁，你斷咗條路咧，佢可以行第二條路嘅，個 router 行第二條路。只要唔係所有電纜斷晒咧，佢就可以運作得到嘅。呢個就係受損嘅電纜係橫太平洋快速電纜嘅一部分，橫過太平洋嘅快速電纜係連接台灣同美國西岸海底網路電纜。呢個好重要嘅，有好多個電信業者共同擁有。我再講一次咧，呢個就係光纖嚇。呢個光纖咧就翹埋變咗一條光纜，每個光纖入邊咧，佢就係用呢一個激光嚟到傳送嘅，用光嚟到傳送嘅，用光嚟傳送嘅，用光嚟傳送咧，佢就幾十里啦，大概幾十里咧，佢就有個加強站喺度，收到啲信號，將佢加温強傳過去。光纖嘅特色咧就係佢會轉彎嘅，咁而嗰啲光越嚟越快，佢可以打到好快啲光。所以咧可以傳送好多嘅 data 到光纖站，大家睇下，台灣同國際連接嘅呢個就係8里嚇，呢個東亞交通1號接東亞，淡水呢個海峽1號環太平洋跨太平洋亞太喺北邊，梗係連接呢個台北、新北同埋呢一個桃園啊嗰啲地方啦。頭域呢度咁多條光纜，台東、枋山有5個入口嘅，台灣呢啲光纜係。好啦，合作嘅電信業者粒粒係巨星嚟㗎，中華電信、AT&T、日本 NTT， 每人都攞一橛嘅，即係入邊有幾多條線路，佢包咗幾多，然後大家夾粉嚟做呢條光纜。韓國電信、中國電信同埋中國聯通，中國都有份。中華電信表示已經立即請光纜聯盟洽請外國電纜船嚟修復，有啲船咧專嚟修復呢啲。如果唔係好大浪大風，1月底前咧就可以整翻，撈佢上嚟駁翻。台灣係海島國家，通訊管道靠海南，呢次事件確實係個警訊。如果 cut 晒台灣對外嘅通訊，台灣咪變咗個盲嘅咯。咁所以台灣係一定要靠呢個低空衛星，但係低空衛星呢，就係要靠呢一個 SpaceX， 而 SpaceX 呢 Elon Musk 咧就唔係好想同台灣做，因為佢驚得罪大佬。嗱，呢個就係個問題。咁呢一個台灣咧就想幫呢一個第二間做，但係其實咧其他國家咧都係要靠呢個 SpaceX 射衛星嘅。中華電信嘅董事長簡志成表示，除咗透過微波衛星發展避緩強度，除咗透過微波衛星發展，亦都要參加海纜維修聯盟。即係呢3樣嘢，第一，我哋咧要即係台灣要加強有個全世界嘅海纜維修隊，要買呢個保險，隨時可以修復。另外咧，仲可以考慮用微波傳送，微波傳送唔傳送得好遠，一定要用衛星傳送。其實一定要用衛星傳送。好啦，2023年2月僅存嘅2條台灣馬祖嘅海纜俾中國籍船員損害，做到馬祖冇咗通訊。嗱，如果一打仗咧冇咗通訊咧就好危險。海巡署表示，初步研究判斷呢次係黑麥龍籍嘅順興39號貨輪喺電纜區域拖錨所致。次次都話我係唔明啊，即係放咗個錨唔記得收翻，因此個錨喺海底度刮。其實隻船行起上嚟咧唔正常嘅，但係咧你要知道個錨咧好重啊嘛，佢放一隻錨落海底度，隻船一路行，只要你有條電纜喺度，佢橫跨嗰陣時係咪一定刮到你條電纜？點解？金融時報指出，雖然呢隻船係掛黑麥龍旗，實際上係香港註冊嘅浙陽貿易有限公司擁有嘅。呢個公司唯一登記主管就係一個叫中國公民叫郭文傑。呢個追蹤數像顯示，嗰隻船喺電纜斷裂地方拖錨，佢係發現佢唔正常行駛嘅，呢個 U 字形行駛嘅，可能特登去刮你啲電纜出嚟。順興39號，2024年12月8號
就持續喺台灣北海岸附近交錯航行，咁行咁行。嗱，你咁樣行法喎，係咪好可疑啊？做咩咁樣行法呢？直至到係意圖喺呢度揾出你啲電纜同破壞一部分電纜嘅。海巡署當日下晝就派艦去現場，喺野柳北邊發現呢個郵輪，要求佢返回基隆港外海接受調查。由於天氣不佳，海巡人員冇辦法登船檢查，根據國際法冇辦法強制呢隻船進一步調查，俾佢走漂咗。一位台灣嘅高階國安官員向《金融時報》表示，呢艘船嘅航行方式唔係事故嚟嘅，係有心嘅，喺度練習緊。涉及呢類事件嘅船呢，係舊船嚟嘅，而且好少去載貨，好似俄羅斯嘅影子艦隊，因為佢預備有乜成日都預備呢啲船俾人哋扣咗，所以佢用啲唔值錢嘅船去做嘅。由於冇辦法審問船長，韓國已經請求台灣請求韓國當局，佢係去緊釜山，喺釜山對佢進行調查。2024年11月，呢個就係波羅的海兩條海底光纖被切斷，於是歐洲嘅調查人員鎖定中國散裝貨船伊鵬3號，佢哋扣留咗呢隻船。但係又唔敢登艦，因為侵犯到人哋嘅主權嘅。被切斷嘅電纜可能係破壞活動嘅結果，冇人相信呢啲電纜係偶然被切斷嘅。最近做呢啲嘢嘅幾乎全部係中國船，得唔得意啊？幾乎全部係中國船。2023年10月，芬蘭同愛沙尼亞之間嘅數據電纜同管道俾香港籍嘅新北極熊貨船拖撓破壞，拖咗100幾里。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禁止和平時間破壞海底基礎設施，嗰個掛旗嘅國家要負上呢個責任。華爾街日報報導，去到呢度呢，你就見到呢以前呢啲咁嘅深海電纜被刮到嘅情況呢就好少，而家呢就頻頻見到，尤其是台灣嘅近海。咁呢就係懷疑呢，就係呢一個係俄羅斯同中國，俄羅斯主使中國某啲船去喺波羅的海嗰度咁做，意圖呢就係破壞歐洲嘅通訊系統嘅。咁樣至於中國喺台灣附近做嘅嘢呢，佢哋就係做嚟做咩呢？佢哋做嚟係練習緊點樣必要時就係破壞晒台灣對外嘅通訊聯絡。好啦，《華爾街日報》近日名為颱風嘅大型黑客，就係美中可能衝突，阻礙美國回應嘅先行安排，伏咗個棋喺度。如果呢啲 cut 斷對外嘅聯絡，而佢亦都用一個大型黑客嚟去做嘅，呢個《華爾街日報》講近期目標，美國基建同電信業者嘅目標係針對美國嘅基建同埋電信業者。名為颱風嘅大型網絡攻擊，係因為美國同北京可能衝突嘅時候呢，搜集資料同定位，揾到應該攻擊邊度，同埋最好有黑客目咗來，阻撓美方回應，係整亂美國嘅局面。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話，拜登嘅國安顧問蘇利文2023年秋天曾經同喺白宮同電信科技業高層舉行秘密會議。蘇利文話，中國黑客已有能力等幾十個美國港口、電網同其他基礎設施停止運作，已經係伏咗呢一個木馬程式喺度。呢啲攻擊威脅到民眾安危，美國政府要業者協助跟隨網絡入侵者。呢個呢就係譬如話呢個烏克蘭打仗之前呢，美國就派咗 Microsoft 去掃一次，睇下有冇木馬程式喺度，結果發現咗好多。當時出席嘅會議高層包括蘇利文，冇人知道中國黑客已經試圖深入美國基礎嘅電信系統，已經深入到你嘅底嗰度，伏咗喺度，必要時咧對付你。
美國官員發現中國黑客不但只係針對以前係偷商業機密，瞄準一啲冇價值嘅嘢，好似自來水公司供應水同埋港口呢啲平時冇價值嘅嘢，唔係打仗你唔會侵犯呢啲嘢。呢個名為颱風嘅黑客組織多次入侵美國嘅關鍵基礎設施，包括夏威夷自來水公司同 Houston 港口。你點解要咁做呢？另一個叫嚴颱風嘅黑客入侵美國嘅無線網絡，WiFi 能夠訪問100幾個用戶嘅數據。黑客偷取咗 Donald Trump 呢啲政治人物嘅電話音檔，並獲得咗美國政府最近幾個月監控嘅個人名單。佢點解獲得呢樣嘢呢？就睇下佢哋啲特務有冇被監控。FBI 發現，喂，呢啲黑客咧原來用老舊嘅 Cisco 同 Netgear 嘅 router 進行攻擊。點解呢？即係原來美國有啲地方咧仲係用緊好早嘅 Cisco 同埋 Netgear嘅 router， 冇 update 到。呢啲咧就係冇更換到。呢啲老舊嘅 router 咧，就因為新嗰啲咧佢就可以不停喺網度 upgrade 佢嘅 security。呢啲咧冇得喺網上 upgrade 嘅。如果你係要換嘅，如果你唔換咧，就變成咗好大嘅漏洞。美國國家安全副局長話，當台海發生衝突，從台灣就首先攻擊美國嘅網絡。呢個係黑客可以喺啲基礎設施潛伏9個月，研究佢你點樣營運，並且揾到緊急情況點樣去對付你。你最軟弱喺邊度可以令你中斷？喺 LA 一間公用事業，黑客專門搜查呢間公司喺緊急情況下邊點樣應對。呢個真係好犀利。佢不但止搞亂你，然後咧佢就查到你係一遇到緊急狀況，你嘅應對措施，而佢對付你嘅應付緊急措施嘅方法。咁於是你就有排都恢復唔到啦。好多個美國高級官員表示，嗱，關島同西海岸目標係一定係重點攻擊呢個關島、呢個夏威夷同美國西岸。因為如果台灣一有事咧，就用呢度派軍隊增援啊嘛。黑客意在減緩美國對中國可能發動嘅軍事行動嘅反應能力，只要拖你1-2個月，希望台灣就打贏咗，已經佔領咗台灣。據《華爾街日報》喺一間電訊公司，黑客潛伏咗6個月，另外一間公司潛伏咗18個月。Verizon 喺2月24召開閉門會議，對佢網絡入邊嘅每個 router 進行評估。係唔係有漏洞，同埋有冇入侵者？有咧就要趕走佢。Verizon 做一次大驗身，呢個係幾個接受閉門簡報嘅國會議員同埋官員向《華爾街日報》對黑客深度入侵感到震驚。原來已經入到咁深，中國做咗咁多嘢，咁有把握喺必要時搞亂美國，而要處理係好困難啊！要揾出嚟非常之困難。拜登政府負責網絡安全嘅副國家顧問走伯教話，黑客嘅手法非常謹慎，有啲刪除咗網絡記錄，即係咧佢會有你入咗去會 register 咗噶嘛，佢咧就去刪翻佢。有啲電信業者冇適當嘅備份，所以冇 keep 到，佢哋就刪除咗佢入侵嘅記錄。如果你冇一個 standby 嘅 record 喺度咧，你根本唔知。所以真實影響幾多咧？冇人知道，好嘛？嗱，呢個就係講緊大陸已經做緊呢啲，佢哋係唔係真打咧？唔好理，佢哋做緊呢啲準備嚇，做緊呢啲準備。呢隻雅烏樂係平到不得了，如果你買任何嘢，你都可以用換領價249蚊買一支嚇，因為好受歡迎，因為佢係用自然物品搽上去就得，唔使去洗髮鋪，好多人買，一買15支。如果你乜都唔買，淨買呢隻呢，唔好意思啦，就要你290蚊嘅，因為冇幾多供應，好嘛？多謝大家。俏貓貓為大家搜羅新年禮盒，首先推介台灣維格。維格餅家呢喺台灣屹立30年，秉持傳承製作經典餅食。送禮或者自用都非常好。
維格餅家嘅鳳梨酥5個裝59蚊，10個裝98蚊。鳳凰酥5個裝55蚊，10個裝108蚊。二鳳禮盒10個裝108蚊，即係有5個鳳梨酥、5個鳳凰酥，同埋又有牛奶太陽餅10個裝98蚊。呢6款呢，絕對係佢哋嘅代表作。再嚟介紹台灣等泰，等泰係一間獲國際風味品鑑所星星獎最多嘅餅家。佢哋最出名嘅呢，就芋香流心酥，酥皮鬆化，芋頭香好濃，入邊仲有奶黃流心，令人愛不釋手。台灣等泰嘅芋香流心酥6個裝108蚊，9個裝118蚊。仲有芋香酥呢，係用大甲檳榔心芋頭做嘅，口感紮實飽滿，一盒呢3個33蚊。紫晶酥除咗香芋仲加啲 Q 彈嘅麻薯梗係有口感啦，一盒3個33蚊。仲有2款雜錦伴手禮，台灣等泰加豐台味8星報喜禮盒，有芋心流心酥2個，紫晶酥2個，菠蘿芋頭蛋黃2個，芋相思酥2個，即係108蚊啫。而風味特賞9人禮盒呢，有紫晶酥3個，鳳梨酥3個及堅果塔3個，只係賣118蚊，真係包羅萬有，送禮大方得體。最後介紹賀年禮盒有台灣大甲絲數一數二喺台灣，以芋頭為風味主角嘅品牌，熱賣嘅產品係有芋頭流心酥創造出嚟嘅獨特鹹甜風味，一盒6個78蚊。過年送禮送一盒蛇年好芋兆禮盒，非常得體。12個4種味道，鳳梨酥3個，蛋黃酥3個，芋頭流心酥3個及芋泥 Q 心3個，咁大盒得108蚊啫。仲有台灣聖保羅 Q 鳳禮盒178蚊。最後真係唔得唔買嘅就係我哋嘅澳門老人牌禮盒，老人牌沙甸魚簡直係兒時回憶。而家沙甸魚做咗魚酥，加入喺蛋卷或者杏仁餅，食落去真係好有驚喜。賀年禮盒有招牌蛋卷八角包、辣魚小杏餅八角包、沙甸魚鳳凰卷八角包、香蔥魚酥八角包、辣油沙甸魚1罐、吞拿魚醬1罐，咁多嘢得238蚊啫。由即日起到2025年1月28號，網上及門市都有優惠，售完即止。祝大家蛇年好運，身體健康。